怎麼樣吃好油？聰明吃油也會瘦。橄欖油、苦茶油、亞麻仁油跟酪梨油這幾個油，到底我們應該怎麼選？如果你是油性皮膚的人，你也不要太難過。油性皮膚的人呢，比較不會胖。健康加財富，知足就是福。這4種油啊，對健康有什麼好處？大家該不該多吃這4種油了？油進入我們的人體，它有3種方式。第一個就是三酸甘油脂，大家看你去超市那個一桶一桶的那個黄黄沉沉的透明的那種油，那個就是三酸甘油脂。另外一個是膽固醇，第3個就是磷脂質。而膽固醇像雞蛋的蛋黄裡面有很多膽固醇，看不到油啊，可是它裡面有膽固醇，它是我們細胞構造的重要的元素、重要的成分。那磷脂質也是類似，磷脂質它是構成細胞膜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分。細胞必須要有一個細胞膜把它包起來，才能隔絕水分的自由進出嘛，才能保持細胞的穩定平衡。油脂離開我們人體也有3種形式。第一個就是從膽汁當中排出，那個就是膽固醇排出的大宗。第二個呢是短鏈脂肪酸，短鏈脂肪酸的排出呢可以從尿液當中排出。這就是為什麼說喝水喝多一點啊，有時候會幫助減肥。它就是把短鏈的脂肪酸呢從血液當中帶到尿液當中排掉了。好，第3個油脂排出的方式呢就是從皮脂腺分泌出去。為什麼邱醫師以前在別的影片當中有跟大家講說，如果你是油性皮膚的人，你也不要太難過。油性皮膚的人呢比較不會胖。因為它無時无刻都會從皮膚分泌出一些油脂出去，那這樣的話比較不會堆積在體內。相關的內容呢，請看我以前的影片分析。三酸甘油脂呢是以油或脂的形式存在的。剛剛跟大家講說，超市賣的那種一桶一桶的油，那是液態的油，那個叫油，對不對？可是另外一種油是固態的油，那個叫脂。例如說像豬油啊、牛油啊、動物油，它本身呢都是固態的。常溫下以固態形式存在的呢，有飽和脂肪跟反式脂肪。常溫下呢，以液態形式存在的都是不飽和脂肪。不飽和脂肪又分成單元不飽和跟多元不飽和脂肪。飽和脂肪沒有雙鍵，它分子之間結構很緊密，吸引力很強，所以它常溫下是固態的。不飽和脂肪因為它有雙鍵導致它吸引力變弱，這個時候呢，它常溫下沒有辦法形成固態，以液態的形式存在。单元不飽和脂肪呢，它只有1個雙鍵。多元不飽和脂肪有2個以上的雙鍵。好，那雙鍵如果出現在第3個碳，就叫做 Omega-3 的不飽和脂肪酸。雙鍵如果出現在第6個碳的時候，它就是 Omega-6 的不飽和脂肪酸。同樣的，如果雙鍵出現在第9個碳的時候，它就 Omega-9 的不飽和脂肪酸。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通常都是 Omega-9，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呢就有分成 Omega-3 跟 Omega-6， 看它双键出現在第幾個碳，是這樣的啊。飽和脂肪跟反式脂肪对人體有害，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利的，所以一般呢，很多人都把它稱為壞的油。單元不飽和脂肪酸跟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對人體的健康比較好，它可以降低壞膽固醇，就是 LDL 的濃度，所以呢，一般也稱為好油這樣子啊。橄欖油、苦茶油、酪梨油跟亞麻仁油分2大類。第一大類就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。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像橄欖油、苦茶油跟酪梨油都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，只有1個雙鍵，就是 Omega-9。那亞麻仁油呢，它是多元不飽和脂肪，它是 Omega-3，因為呢它是在第3個碳出現1個雙鍵。那這4種油呢，我們可以按照起煙點的高低把它分門別類。起煙點最高的呢是酪梨油，它的起煙點是270度；苦茶油的起烟點呢是220度；橄欖油呢，它的起烟點分2種狀況啊，一種狀況是冷壓初榨的橄欖油呢，起煙點160度；精煉的橄欖油呢，起煙點會升高到200度。起煙點越高，表示它比較適合高溫烹調嘛，起烟點比較低的呢，就比較適合涼拌或者生食。那如果按照價值來分的話呢，起煙點比較高的酪梨油呢，它富含了維生素 E 跟植物固醇；苦茶油呢，富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；橄欖油呢，富含多酚跟角鲨烯這些抗氧化劑；亞麻仁油呢，是最好的植物性的 Omega-3 的來源。如何選擇？要看你的烹調方式。如果你的烹調方式是高溫的、油炸的，或者是煎炒，溫度超過200度 C 的話呢，當然你就要選酪梨油或者是苦茶油，因為它們都在200度以上。如果是中溫快炒，你可以選擇苦茶油或精煉的橄欖油，因為精煉的橄欖油起煙點會從160提高到200度。如果你是要低溫涼拌生食的話呢，那你選擇亞麻仁油是比較合適啊。
如果按照營養需求來看呢，要改善壞膽固醇、降低 LDL， 可以選擇苦茶油、酪梨油、橄欖油。如果你希望增加 Omega-3 這種抗發炎的營養成分的話呢，那你就可以選擇亞麻仁油。Omega-3 另外一個來源是魚油 EPA、DHA， 但是魚油是比較適合荤食的人，吃素的比較適合亞麻仁油。為什麼不飽和脂肪酸，包括單元不飽和跟多元不飽和，可以降低我們血中的壞膽固醇呢？這個邱醫師在以前的影片當中跟大家提過哈，有興趣的歡迎把舊的影片拿回來再看一下。還有一個重點要跟大家提醒，亞麻仁油呢，因為它起煙點低，所以它比較不適合放在室溫，打開以後啊，盡快在1個月之內就把它用掉，而且平常保存要用冷藏的方式，絕對禁止加熱。各位網友，你們平常在家都用什麼油來料理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裡面跟大家多多分享你的使用經驗啊！本頻道已經開放會員制度，歡迎大家踴躍加入會員。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，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頻道，按讚分享，打開小鈴鐺，獲取最新的訊息。我們下回再見嘍，拜拜！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，請在下面按個讚。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，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，請按訂閱。下回見。